哎，喜事儿，我的婆婆温迪最近正在筹备来中国看我，大胖媳妇都懂得跟他妈说，你这回高低得拎点拿得出手的东西来。众所周知啊，我结婚时候我婆婆没来成嘛，她呢就托人给遥远的中国她的亲家我妈送了一个这么大点的加拿大印第安土著吉祥物，价值人民币120，连大胖媳妇都觉得尴尬，最后谎称自己的母亲啥也没买，都没好意思拿它。所以这次温迪来不又得准备礼物吗？然后她吧，咱说实话，她还真是走心的，她就是不想花钱，她居然把她女儿最宝贵的东西给要来了，要转手给我妈。是啥呢？是件衣服。我小姑子曾经穿着这件衣服去看过 Justin Bieber， 哎，就这件衣服，就当时 Justin 啊，就大家好，我爱你们，哎，就这么一划了，大概碰着200多件衣服，这是其中一件，要给我妈，我就面露难色，我就想这啥玩意儿啊？我婆婆说这礼物还不好吗？你的妈妈不喜欢贾斯汀吗？我说我的妈妈喜欢真花钱，真花钱。我就跟大胖姐说，我说咱就别指望你妈了，这礼物呢就你买，然后到时候就说是她送的，中间关系就靠你了。但是我忘了一个问题，他儿子也抠。就前2天俺俩去商场，我去上厕所，他在原地等我，就有人上来搭讪，说自己是创业大学生，话不多说，跪下就给大胖姐擦鞋。大胖姐说不用啊，我自己会擦。人说没事，别担心，这是免费的。大胖姐想啊，那这是录短视频呢，想蹭我流量，只要是擦了。结果人擦完一直说单支免费，第2支要钱。你得买我这擦鞋的水。大胖姐一听，你逗我玩呢？我不可能给。我这上厕所一出来，一堆人围着看他呢。我说哎呀妈，干啥呢？都有人认识你。他说认识呗。俺家也不是靠大风出名的，不是靠大风出名的。我就跟擦鞋的人说，我说对不起啊，他听不懂汉语。他说哎，我听懂了，我都能听懂，我就是不给钱，这属于道德绑架。你擦一针，另一针不管，我要强迫症，你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呢。人家就不跟他磨叽，放弃了就走了。走之前他还偷偷朝人家拍几张照片，回来我就说不至于吧，就这点事儿你还要捅上媒体呀？他说不是，我拍他照片，我上网查他那擦鞋水，他是不是要49，网上25 3瓶。我明天就去商场抢他货，我明码标价10块钱一双，不白不要钱。我要发挥人道主义精神。你们不都很喜欢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吗？那我就是白求恩的后代，白球鞋，白球鞋。他还有个习惯呢，在家经常抹着厨房的门，看着俺家阿姨做饭。前2天发现俺家阿姨在给我妈煲汤的时候放了几个小黑块，他就开始搜那个盒，然后上网自己查。我回家告我，咱家阿姨做菜可敢放料了，这豆油不沾眼的。今天你才放的啥？我都查了，阿姨往汤里放冬阿胶。阿姨往汤里放冬阿胶。我说啥？我说那个字念他说阿姨往汤里放冬阿胶。我说那个字有时候念啊，有时候念他说那就是阿姨往汤里放冬阿胶。冬阿胶。我说那个阿胶啊是给我妈熬的，我妈讲究滋补。他说那阿胶是啥呀？我说阿胶就是驴皮做的。他说哎，那礼物不就出来了吗？让我妈给你妈买阿胶。你看啊，你妈补驴皮，你妈是驴皮公主，我妈送驴皮，驴皮那么厚，我妈就是驴皮太厚，驴皮太厚。多好！我说其实还真行，冬季阿胶进补，来年上山大户。在中国老百姓眼中，你说这个阿胶啊，还真是滋补的正经玩意儿。东阿胶是道地的阿胶老品牌，品质有保证，可以做成阿胶膏药，也可以熬汤或者打成粉泡着喝都行，养生又健康，就送它吧。结果我们跟温迪汇报了一下我们替他选的礼物，温迪说送这个行，但是要跟他儿子 AA 制。我说哎呦我的妈呀，我都忘了，驴皮太厚，脸皮更厚，压根儿没有人要跟他算钱呢。本来咱想的就是咱俩自己买的，他还整个 AA 制。我大胖媳妇也不吱声，在视频里看着他妈憋了许久，说那个叫阿制，阿制。哎妈，我这心可难受了。俺家翟耀达在学校让人欺负了，但还没敢跟我说，是他好姐妹的妈妈跟我说的。咋回事呢？翟耀达在学校荡秋千，来了2个高年级小男生，先把他鞋给脱了，给他鞋给撇了，然后最后呢还给他推下去了。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小男生来帮他解围，结果呢大家就都起哄，他就成了众矢之的。他们班就有俩小女生说，就是因为你一下大家都玩不了秋千，你以后不要玩秋千了。然后接下来这2天课间活动，别的小孩都出去玩，他就在角落里坐着。我就问他，我说这事你咋不跟你妈说呢？我问了老长时间才问明白了。他说我可能是因为汉语不好，学校的小朋友们成群结伴的玩，好像也不咋带我。我其实朋友很少。这听完给我心疼的呀！我嘴上说孩子要理智的看待这个问题，要好好解决，我心里想我咋不去学校给那俩孩子收撕了呢？然后前2天我去带他看那个《熊出没》，伴我熊心，给乐坏了，现场还抱了一下熊二。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看一个动画片能看哭，就感觉这电影就《熊出没》也太懂妈了。就那里那大白熊，熊妈妈回来了嘛，就演他年轻时候，哎，出场设置就是妈，也是颠三倒四，也是手忙脚乱，完事有时候还偷点小懒儿，有时候还贪点小嘴儿，也不是咱心中传统意义上那个烛光里的妈妈。但孩子一被欺负，你别管孩子长啥样，就哪怕熊二妈妈，哎呀妈，那个心疼，那个保护欲当时就上头了，就不行了。这感觉真是天下的人妈妈、熊妈妈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就在电影院我就想起来哈，我小时候不就是对眼了吗？让狗追的，就对上了，就治不好。哎呀妈，给我妈急的，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事抱我脑袋看。哎呦我的妈，这得又斜好几度，这斜都指南针了都快，指南针了都快，就越来越斜。但是我妈自己说行，你看别
别人说啊，有一天我妈下班骑个又破又大的2.8大卡回来，一进院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就我背朝着所有小孩坐在一个小角落，旁边有个小姑娘说：“哎，你看他长得多吓人，我学他。”然后就学还挺像的。当时我妈车一撇就疯了，薅那小姑娘过来，你现在给我给你道歉。当着院里所有的人就不行了，就完全失去理智。这个事儿他疯在哪儿呢？那小孩他爷是我爷的领导，也是我爸的间接领导，所以我妈属于就是很大义灭亲的一个行为吧。然后我也想起我的婆婆温迪，你们可能有的知道，大胖媳妇小的时候，她亲生父母感情不和，她爸在很小的时候就 I don't like this， 拜拜就走了。然后这个街区小孩就都欺负他，没有爹嘛，就管他叫 Buster， 就杂交的种类那个意思。然后有一天他爸给打电话，就说明天爸回来看你，他就告知了整个街上所有的小孩，明天让你们看看我爸要来。结果第二天一整天他爸也没来，3岁的大胖媳妇就坐在马路牙子上等他爸，等到天黑。然后街上所有小孩就都来笑话他，你不说你有爸吗？你是蒙着的，你是编的。然后大胖媳妇就跟一群比他大的孩子打起来了。然后很多年前温迪就跟我说，哎，你能想象我当时心里有多难受不？我咔家出去把那群小孩全踹跑，我寻思我大不了我就陪你，我看谁还敢欺负我儿子。我当时还没当妈，我那时候其实还不能理解他心里有多难受。我想的是，哇，温迪那么抠，孩子挨欺负的时候也是不算钱的。然后就想这个事儿，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就是你看我现在也好，温迪当年年轻时候也好，我妈年轻时候也好，那作为妈妈也都是很虎的。但是孩子对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啥记忆的。等到咱们真正有深刻记忆的时候，咱们的妈妈已经开始唠叨了，开始烦你了，开始指导你人生了。所以我看《熊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啥？就是她回到了熊妈妈年轻的时候，她也贪睡，她也偷懒。他也整不明白，但孩子一受委屈的时候，那个本能的爱，那个保护欲，就我看熊妈妈那个笨样哈，那还举个小胖手，誓死保卫自己小宝宝。那时候他想的也不是熊二将来能不能成才呀，就那一幕让我想起来，咱们每个人的妈妈曾经也是那个笨拙的熊妈，也是第一次当妈，也是一点一点摸索咋当妈。现在大家都过年了，回家了，见妈了，我就在想，为什么咱们和咱们妈妈们的相处中，会经常有一种无力感、疲惫感、闹心感？因为咱们这代人和咱们妈妈这代人的沟通是有点失败的。咱们的妈妈们只会说2句话，一个是我这辈子啥都是为了你，一个是等你长大你就懂了。那咱们这代人，我们当妈妈的时候，我感觉可以少说这样的话，多陪陪孩子，多一些正面的轻松的沟通，然后可以带着孩子看看《熊出没》这样的电影，让孩子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的熊妈妈呀，曾经也是你这个年纪，也曾经傻了吧唧，也曾经贪吃偷懒，也会经常失去理智，她也是一点一点学会咋当妈的。你的妈妈也感谢你选择她来做你妈妈，也感谢你陪着她一起成长。祝你、你的妈妈、你的孩子新春快乐，兔年大吉！哎呀，这带孩子是真不容易。我把贾耀达带大不容易，但是实话实说，张拿铁把他爸带大更不容易。刚才我们都在外边吃火锅，我说我想喝奶茶，大胖姐说隔壁就有，不点外卖了。他去直接买。我说那我要茫茫生打椰3分糖，你能记住吗？大胖姐说肯定没问题。抱张拿铁去了。我的同事看着姐夫在那儿背完准备出发，顿时感觉到来活了，抓起手机跟着就去了。一共啊，朋友们就35步路，路程1分钟最多，背了一道。妈妈上大爷，妈妈烧人。到了奶茶店，大胖媳妇泰然若知，冲着人家店员要。好呀，盲人说的双大爷3分爽。盲人现在也是盲毛。是吗？你说。如果我爸想要，我才3岁。盲人孙大爷就够惨了，还给人整个3分熟，我们都笑得不行。只有张拿铁那是真替他爸操心，担心他的未来，忍不住纠正他爸的汉语。但是他的爸爸学汉语，好比盲人孙大爷学刺绣，他主打一个谁也使不上劲儿啊。最后给张拿铁急的，怎么说呢？只能说再爱孩子的家长，陪孩子写作业也有失去耐心的时候。这叫火锅。火锅。我看你嘴怎么回事？你张开，你傻，你舌头怎么回事？大胖媳妇这汉语水平啊，她买啥最好都在家能解决。这次温迪要来，她就在惊喜自营买了礼物。温迪喜欢的搓澡巾、黄桃、胸包、炒冰机和抽纸都有，是京东到源头工厂精选的，价格便宜，官方售后。上京东搜00，把他们一网打尽。吃完饭，大胖媳妇也不回家写作业，又看着游戏机、跳舞机了。最后，请大家看看张拿铁是怎么带他爸玩，他爸不回家的。我是觉得父亲节快到了，张拿铁值得他爸给他过一个父亲节。我的爸爸是老